近日，印度的国宝级反舰导弹布拉莫斯导弹增程型测试失败，严重打击了印军获得远程攻击导弹的努力。有俄罗斯军工技术加持，印度为导弹增加射程，又为什么遭遇了技术瓶颈？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印度测试了一下它的布拉莫斯导弹啊，当然是反舰型的啊，失败了。说为什么印度要测试这款导弹，而且它在测试的时候为什么会失败了呢？其实啊，布拉莫斯导弹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一款导弹。布拉实际上呢是印度的一条河流的缩写，那么莫斯呢是莫斯科河的这个缩写，所以它用两个国家两条河流的这个缩写来就是结合起来叫布拉莫斯导弹。那么这款导弹呢，以前呢就是作为俄罗斯来讲，就是援助印度的时候呢，是想用它比较先进的这种反舰导弹然后呢以及把它发展成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呢就是在多平台上发射。所谓多平台，就是既可以在陆地上用车辆发射，也可以在海上用这种舰艇发射，那么当然也可以挂载在飞机上，用飞机进行投掷，就是多平台的发射。那可以说是一种高效的多用途的通用型的这种导弹。那么这个技术呢，主要是源于俄罗斯。那么现在呢，就是当俄罗斯和印度进行合作以后呢，印度就想吸收俄罗斯的这种技术，单独的研发布拉莫斯导弹就是我把你的技术学到手之后，我就自己单独的制造。那这样的话呢，我将来既可以在水面舰艇上，也可以在飞机上，也可以在陆地上挂载这种导弹，那打击对手。但这次它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本来它和俄罗斯研制的或者是说俄罗斯给它的这种技术呢，是反舰打到200公里到300公里这样一个距离但是呢，印度认为这不够，就是300公里就是对于印度而言还是近了一些，因为他认为中国的这个导弹可能能达到400-500公里，那我还没够到别人的时候，别人比如说在距离400公里的时候，可能中国的舰艇就发射导弹了，就把我给打了，因为我必须要靠近到300公里，我必须要再靠近它才能发射导弹。那我已经舰艇被人击沉了，我还发射什么导弹呢？所以这不行，所以它一定要延伸它的这个射击距离。那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想把射程在300公里的这种反舰导弹增程到450公里，那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导弹可能在400公里，那我450公里就是你还没有够到我的时候，我的拳头先打出去。但是这就带来了问题，因为你的技术和能力达不到。为什么呢？不是简单的你把这个导弹好像直径加粗，长度加长多加点燃料就可以打到比如说450公里的距离了。它这就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制导的问题。因为你导弹加装了燃料，是可以飞到450公里这样一个距离，但是450公里以外的这个目标，我们知道在海洋上它是有一个地球曲率的就是你这个雷达，这个对方这个舰艇可能有地球的曲率，它可能就在这个雷达的盲区里边看不见，看不见你怎么打呀，对不对？就可能打偏了，打斜了。所以呢，这就是你的这个制导问题，你能不能够给解决了？就是比如说我的导弹打出去之后，飞行400公里的时候，我要打开主动雷达，我要用主动雷达，就是导弹上自身带的这个雷达去搜索目标，去找目标了，而且你还得有敌我识别判断呢。那这个海面上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舰只，你是打哪个呀？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民船，谁是军船，你得分辨出来呀。所以你有这种技术吗？对吧？所以我认为它主要是在制导的问题上，它没有解决好。那既然你没有解决好，你就是简单的
增加了一下燃料啊。再有就是你这种导弹增加燃料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射高的问题，就是你的高度飞行的越高，那么你这个燃料就越省，你比如说就能飞到400公里。但是你为了隐蔽自己，你要超低空飞行啊，比如说只有50米或者100米啊。这样的一个高度飞行，因为你这个就在对方的雷达的探索的这个死角里边或者盲区里边了，对方不容易发现你啊，因为布拉莫斯飞行速度很快的呀。这样的话呢，由于空气的阻力会加大，你可能就飞不到那么远了。所以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用什么样的燃料，这带来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导弹呢，如果大家仔细看，它这个后面有几个导弹，有几个舵。其中有一个舵始终要对着这个目标的方向，一旦就是这个舵偏离了，比如歪了，没有对着这个要追踪的目标，它就会自毁。为什么有的导弹会自己爆炸呢？因为它不能打击原来设定这个目标，那还要这枚导弹干什么呀？所以它就可能自爆了。那这就可能是印度它在测试这个导弹布拉莫斯，就是反舰导弹增程过程中它的目的和原因啊。所以通过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如果你的这个基础的这些技术或者是装备或者是你的这种能力不足的话，那你这种实验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